会孝顺他，叫他不要插手管他的小孩。妹妹说他们只是跟爸爸的状况有问题，跟那个阿顺的婚姻有问题。爸爸跟妹妹的架还没吵完，妹妹跟阿顺已经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，然后到现在妹妹跟阿顺是分居状态。好吧，今天想办法让阿顺回家。琳达是我们以前的一个保姆，然后她也因为我们逃家事件就不做了。琳达已经跟我们20年没见了，然后琳达现在是刚好来台北。琳达，你陪我们陪多久？我来陪你们的时候，我才50几岁，我现在75岁。哇，好久哦。最精彩、最刺激的强力胶 Podcast 千万不能错过哦！每周一的中午12点准时上线 ，Apple Podcast、IG、YouTube 各大平台追踪订阅哦。找穿至今，拿钱去给他。那你为什么一直唧唧歪歪嘛？我是关心你唧唧歪歪，你一直在烦我，我都还你什么？你一直在念我念你什么？怎么只是2个半小时不是你一点夸张，来，你从大陆回来，疫情我每天都拿饭给你吃，每天爸爸都关心你在大陆，你什么事情你都要这么断绝，怎么没关系啦？你以为爸爸靠你呀？那我也没靠你呀，靠你什么？你凶什么东西？你先凶我喽！我是父别惹我！你要什么东西啊？少来烦我！我叫他算清楚，算清楚，算清楚就是我算清楚。怎么了？你叫我算清楚。那现在算，你不要再讲了，现在算。你给我房子给我搬出去！没问题，太好了，我早就想搬那了，都不要抬。早就想搬，早就不想开你那个车。我有谈什么好开的呀？我懂得感恩，不要，不需要。感恩，不知感恩。感恩对。哪有一个孩子像你这样子啊？吵什么啊？对爸爸敢叫谈事情，在爸爸面前喝酒，我成年我不能喝啊！我是犯法还是违法还是干嘛啦？你一直在来烦我，我没有还你，我我已经没有还你，够烦了，不要再来关烦心你，我。我没有还你。你有，你一直在念我，一心一意为他，很多事情都为他。你的教育是谁来教育你的？怎么教育你这种孩子啊？就是叫我只不过父之楚，父之自己检讨，你自己检讨。只不叫父之过。在大陆找不到，我都真的很担心。你一个小孩子在大陆工作，还要爸爸去看你，天下这种道理呀、我不是啊，我不是。你这么厉害，怎么买房子？买我看。确实比较厉害啊，怎么了？你买我看。对啊，那你现在赶紧算出来嘛。我叫姑姑马上算。我也是希望你好，要臭屁你有多厉害。我从来没有要他怎样，在小时候如果信贷2、3次，我就去还。什么信丢在2次去把那信贷7万，我都是帮你还，因为姑姑。什么信贷？你去银行信贷，我没去银行信贷，我是办信用卡。信用卡、信贷借钱。我要借钱。来，我有信贷过，是让我自己还掉。我为你打扫垃圾。那你们现在就和解了，没事了。不是，我这样我受不了，怎么有这种孩子？到现在劳健保还是爸爸在帮你缴。来，我问姑姑，林家珍较早改银行信贷是从什么人较缴的？信贷几次啊？多少钱？2次，一次7万，第2次又7万，到第3次你就没有帮他交了。后来过来， 2次14万，原来改汽车好像是5万块嘛，嘛是我缴，啊过来嘞，到第4表是7万嘛。过来。他现在不敢听了啦。不是，我要去面试了啦。他就说我们在打压他。那我跟你讲哦，他借多少钱哦，你把它清出来，开门啦！把它汇出来。我知道，现在给我算清楚，不要再吵了，操！你看，你在屌什么啦？在教，他不敢面对啊。你在屌什么？前几天就是他跟妹妹吵了非常大的架，是妹妹说她不要孝顺你，对不对？不是啦，他是说他心中只有肚子的小孩跟他的老婆啦。那没有你这样子，跟他讲说不可以这样想啊，这样子。他就他就说小时候啦，我曾经打过他啦。你有时候小孩子你不乖，必须要打。但是妹妹她就写每一条给爸爸对她怎么样，点他呀，然后吃东西要怎样啊，她就非常生气，再也不会孝顺他，叫他不要插手管他的小孩。不是这个意思的，这样讲出来，妹妹会被社会攻击。人家就是要帮你解决这件事情啊。爸爸看起来好忧伤。那天不是在吵架吗？
你还放屁！以前小时候我曾经打他，因为他那个时候班会把人家偷了。他现在就是心中有恨就对了啦。对了，古人说不打不成器呀，怎么去记那么久的事情？我们今天就是要去找妹妹解决这个问题，然后去你小时候带我们去的地方，看能不能让妹妹重拾前的记忆。但你会不会重拾记忆反而不好，她更生气？所以等一下要去问妹妹，她为什么要传这些东西？你是一个非常极度自私的人，严厉教育和羞辱是完全两件事情。你是我爸爸，你也不用每天提醒我，让我孝敬你。他很凶的。关于我的孩子未来，你作为阿公，我今天把话说清楚。孩子出生之后，你在我面前表现出三观不正行为，一次两次我会提醒，但第三次那绝对不起，你不用怪我。那个时候你就失去做阿公的资格。啊，你要传这个，他已经要70岁了，你要照顾爸爸，你就生气了。我这样70岁了，我会尊老，所以我才告诉你，你让我理解你，同时应该对我的生活和态度表示理解，不要轻易批判。积口德你还需要努力，他不会叫你积口德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去处理他们的事情。等一下去妹妹他们家，然后呢，我们要去我们以前逃家的时候，我们住在外面的房子看一看，请他放下以前的那些怨恨。其实我对他很好。以前在大陆的时候，我常常担心那个存折没钱就寄进去。那你看他现在这个房子管理费啦、水费、电费、瓦斯费都是我在缴。那你觉得现在妹妹这样说，她有什么想法想要化解吗？天下父母心，当然都会关心小孩子，如果外出啊，什么事情啊，终归一句话就是平安最好。那你会希望她做到怎么样？我就希望有时候跟我讲一下说哦，他在哪里，因为妹妹让我不回她放心啦。因为一个小孩子从这么小把他带长大，我们可能就是说嘴巴喜欢念啊，或许做关心注意，导致于他的反感也不一定啦。你都准备来了这里？我前天还要来拿便当来给他们吃的。没有。进来，你看。进来。爸爸说你不要孝顺他，我说我不孝顺他，我只是说这个孝顺不要一直把它挂在嘴边，就挂在嘴边好像是他是为了养儿防老一样，是不好的。这个打扮是什么意思？因为现在我有小孩了，你是为了我们今天影片特别没有啦，他叫我们12点来，还要先去剪头发。哎，等一下，你先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个是你新改造的房子。对，这个地方是后面有一个灰墙壁，然后现在放一些这个。爸爸本来不让你改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这样子不是风水会不好吗？因为有这个架子。没有，它这个就是一个置物架，好，然后继续在这边全部都改掉了。这边还有系统柜啊，这个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灯，小夜灯，没要充电的，妈好奇怪哦。哎，你不要碰人家啦。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是书桌，他们的宝宝现在更大了啦，这个是小的时候的啦。今天下来帮你们2个化解。我们能够当妇女，都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。那从小到大都是我在带他们2个啊。妹妹是很痛恨打骂教育，她心中有恨。以前的时代就是这样子，那现在的时代没有，我不会告诉我小孩说，哎，你一定要孝顺我，这个是很让人不舒服的。如果你真的爱你的孩子，你的孩子也会真心的爱你，2个是不存在孝顺。那你们最近在吵什么？你这边叫我孝顺啊！从摩洛哥我去这里，哎，你要孝顺呢，你要懂得感恩呢。妹妹不孝顺你是不是？没有，我是说妹妹啦，我叫她说要赖给我，主要她安全啦。她都有时候甚至3个月、4个月，我赖给她，家政都没有回我。当然，他可能让你孝顺，只是让你关心一下他身体之类的。然后他可能就觉得他爸每天都说孝顺很烦吧。家里爸爸跟你讲哈，因为从小时候都是爸爸在带你们2个，也给你念最好的学校。那因为假成妹妹都穿男生的衣服，然后学校打电话来，没有教官那个时候是跟你讲，如果你但凡签这个，他就可以穿男生的衣服，你不愿意签，那也没办法。我觉得这样子学校也带给我困扰，你也把学校带到困扰。那后来练不下去了，我又把它转到中心中学去。没有去学校的话，我都要去把它签到。但事实证明，其实学历不是很重要。我在大陆又不是靠这边的什么中心高中什么毕业证书，从来没拿出来过，全都是我自己买的。家政不能没有啊，15000台币啊！不搞开我！你要剑桥的吗？我要硕士啊，可以，没问题啦。我今天让你化解你的心中怨恨，你带着怨恨这样子，下一代其实是不好的。我要让这个下一代千万不要来碰触我的童年。差了30几年是碰触你的童年呐。以前教育问题就是变得你会比较坚强一点啊，这点我是认真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走到现在？就是因为我抗压能力太强，对我来说就是小差一点。
爸爸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你以前这样教育会训练的我们，像军人一般的这个。阿公把我训练到什么样？我不会游泳，把我丢到大水沟河里。所以训练了你会游泳。我反正训练，到时候你出去外面都有办法克服。自力更生就不怕。这是堂姐，她堂姐。好，那之后我要帮你介绍男朋友，啊，也要有个家庭。你的男朋友已经先回巴西了，巴西再找下一个会更好。所以你们要有身体的纪律，还是爱的教育？其实我觉得还是要打。有个观念就是说，如果他小时候去玩火，他不懂，那他1次2次3次玩火，你都没有打他的话，有一天把自己烧烂了。他还是不会怕这件事。对，但是打要控制的打。没有，我是说打是可以。我问你，假设他去把那板会偷回来，这个要不要打？是要打啊，哦，1万多块。我就来拿钱去。他说自己没有去反省，把人家租车租了，撞到车子，把他丢在路边，然后警察来找我，我要去缴钱。你说这样来打，还要我再？我是觉得蛮奇怪的。劳力士，劳力士。我还有一件，没有，我还有哪一个劳力士？我还有一件觉得事情蛮奇怪的。首先第一个班费，他那时候1毛钱都不愿意给我。1毛钱，1毛钱没有，1毛钱都没有，我记得超清楚。爸爸都给钱，不要这样乱讲啦。他们2个人小时候都有一张卡，还有可以领25万。但是不可以，那张卡不能刷，刷就完蛋。对，刷就打。可以刷就打，刷就打。你到百货公司买了2、3万块。我没有买到2、3万，乱七八糟。我没有，我是买2000块，谁敢花2、3万块啊？万块。要多加一个0呢，爸爸。有了。不是我买一个高跟鞋而已吧？对，我就是买一个白色高跟鞋，因为我真的很喜欢。然后我们要去铁皮屋那个地方，我们就是受不了爸爸教育之后呢，我们2个提款卡里面的所有钱当晚全领出来，然后跑家住那个板桥铁皮屋。然后那婆婆妈妈既然把那个钱拿走，跑去夏威夷，把我们2个送在铁皮屋里面，每天就吃1包喜年来蛋卷，因为喜年来蛋卷有7包，我们就1天吃1包。他其实也是讲话不能吃，说让你们去。我你们家。那你现在愿不愿意我们今天走一走，然后我们彼此放下一些仇恨呢？先去吃饭吧，去福西章吃一吃就好。不是要有回忆的。我曾经带你去福西章吃过啊。有啦，我知道明耀百货的铁板烧啦，那个以前有够常去吃的。明耀百货现在已经变成 Uniqlo， 它的那家是就30几年前的事。啊，你那国军英雄那个没有，那个没有了，倒闭了。因为我们军事化教育的，还有带你去过哪边，你知道吗？我问看琳达，好不好过来？好，琳达是我们以前的一个保姆，然后她也因为我们逃家事件就不做了。知道她以前带我们很久，小学带到长大，而且是在最关键的时期，爸爸管教非常对。但她现在年纪很大了，她刚好今年来北上。那你们2个闲下去这些地方，看看能不能够重回一些往日的记忆，然后和解这样子，好不好？我都对小孩子都很好啊。你是年纪大之后改变的，那你以前是很恐怖。如果你的小孩会觉得你很恐怖哦？不会，我打不会打，但不会是侮辱嘛。好，让你说说看呢。放下吧，也没什么事。爸爸，你以前这样带我们来吃不对饭的吗？对啊。你用这样还很简陋，还没有那么多的这种冷气状况。那你们现在有回忆一些小时候的回忆的吗？没有。那你呢？有回忆吗？怎样的回忆？在那个民生东路那边啊。有啦。是什么地方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还常带你到中教东路环境团斗场。我都不记得环境团斗。那个我不记得，基本上你没有带我们去过，从来没有。常去啊。不可能，我也没吃过啊。有买过玩具，但是他不会让我买很多。那我们现在要去板桥，那个铁路还在吗？我不知道啊。然后这边右转，那边是哪一栋？旁边有个杂货店，那好像再往后面一点，因为我记得要走蛮久的。对啊，是就在这附近的楼上。有一个树这边上。我知道这边，我知道这边，就在这一条。我下车就。对不起。踩错了啦，然后按刹车才能加油。为什么要拍这种片呢？找一下当年的回忆啊。这个是50代弄的，在50号还是50代？我知道就这边啦，没有错啦，楼下就是。啊，所以在哪里？在这边就好了。反正我记得楼下有个杂货店，然后我每次在那个杂货店买酒。爸爸，你这边有什么样的回忆吗？还怎样？应该说很老旧了，就在这边都改变了啦。还是这里啊？都长得蛮像的吧？就这一块，就这一块。你们2个有找到回忆吗？这个回忆也不是说特别美好啦。对啊。哎，你记得我们当时住在板桥那地方在什么地方？是什么路吗？忘记了，五凤路了。我要找破碎的回忆。我不记得路，但是我大概知道地方。那大概怎么走？你记得吗？忘记了，不要讲这个。我现在不晓得怎么讲。OK， 那我们2个都听到了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爸爸，你看完板桥铁皮屋，这样不知道在哪里，心中怨念放下了吗？心酸。那妹妹呢？心酸呐。啊，怨念放了没？放了。
那么多怨念。那今天琳达要来哦，他还没回我，听到要见你们两个就不回我啊。没说他们只是跟爸爸的状况有问题，跟那个阿顺的婚姻有问题，因为阿顺打他一巴掌，在公共场合，因为他去越南，你们去酒店是不是？去一个酒吧，跟堂哥他们一起去嘛，他们就点那个小姐在那个地方，我中间坐了一个堂哥一个生朋友，然后坐在那个地方陪一个小姐喝酒。啊，那个小姐是我叫过来陪那个男的喝，因为那个男的好像不敢剪，然后我就跟那个小姐聊那个关于代孕的事情，因为她自己生过2个小孩，18岁就被妈妈卖过处女之身啊，然后他就看完我在跟那个小姐聊天，他也不想跟我沟通，他也没有现场直接问我，他就直接很不爽，他跑去问他自己旁边的小姐说，这边可以叫牛郎吗？然后我就看到，我就说，你不要给我叫哦，他就直接打我，然后保安全部来了，不要就直接坐我们中间啊，回家，真饱，他不知道开发边摸，没有，我连碰都没碰。那严重，那这样不只是调解爸爸，因为你要调解跟阿顺，所以我们到时候再做一些调和吧。我觉得你要跟好多人调和，就你自己有点问题，没有啊，我已经没有问题了呀。爸爸妹妹有点问题吗？妹妹个性调改一下。我跟你讲哦，爱的真谛一天多听几遍，真的就有用吗？听几遍就好，你可以放来听看看来。不行，会有版权问题，不能乱放。爱的真谛。这能怎样？爱是要忍耐，不轻易发怒。请验证人脸护手章。你看一下我国立文创的办公室，终于完工了，花费了半年时间哦。这次呢，所有的系统柜通通都是由欧德家具他们设计的，就是他林俊奇设计师，他帮我设计了所有地方的这种收纳。因为这次就是有配合强调工作室大家的需求，所以我们规划了几个比较兼具美感跟你这种时尚的程度的一个区域。像这个啊，客厅部分又是你设计的，对。当然，这本来说要做蛋糕柜，要当餐边柜，用咖啡等等之类的。对。可是碍于右边有一道窗啊，除了会遮到窗户以外，也不好去做收边的动作，所以我就想说做一整排的卧榻，可以增加你的员工休息的区域。上面是可以坐人或者是看书都可以。都可以。那下面是可以打开的。对。哇。就是它不是只是椅子，它也是有收纳的功能。为什么这边会高起来？主要就是因为刚才那边是我们玄关嘛，那玄关一进来的斜对角就是所谓的财位，所以想说，可以让常常放一些招财的东西，对之类的，你需要用到电，后面有帮你安装插座。可以，我觉得超棒。本来这件事要做会议室，但是我就觉得好像做成游戏室会比较轻松一点。只是这一面的柜体当初在弄的时候真的是有点想破头啦。这边跟这边是不同深度的，可是我们从这边看可能看不太出来，是因为我利用了一些视觉错位。这边的浅柜我从这里就接深了，可是这边呢是一样浅，到这边才接深。它其实是流线型，然后这边是浅的，然后这边是深的。它做到的地方不会让人家觉得两边大两边小，很多地方可以收纳，整个墙面都可以收藏东西的。对，当然中间的话就是可以让你展示东西啊。你现在这间的氛围我觉得很好，因为柜子的设计是有点现代的意式风，墙面又刚好暖红色的，感觉有那种复古跟现代冲击的感觉，我觉得很棒。这个就是我的化妆间更衣室，然后是开放式的嘛，上面还有柜体哦，书上名牌包之类的，藏起来不要被发现，不要被发现。这是给你的惊喜。这个就是可以放很多的间隔、皮带啊、首饰啊。对，想说造型师在帮你做规划的时候，有很多内衣。好，要不要？我把衣柜原本的深度60公分，我降下来，上面我用浅柜或者是浅的层板，把铁件吊杆往前拉一点，让你变这种开放式的。我觉得很棒。对啊，你在这边书画，造型师帮你挑衣服都很方便，对，一目了然。送你一件啊，原味的吗？原味，不要再原味了。谢谢林俊奇设计师帮弄得非常的漂亮。因为我去过欧德家具的实体门市，非常多的选择，因为他们家的板材啊都是德国进口，是低甲醛的环保绿建材哦。你会觉得很多的系统柜啊，可能就是很死板，但他们家呢，我觉得很厉害的是有非常多的花色可以让你挑选，质感真的是非常好。对，还有提供很强大的一个售后服务。像我们柜体的话，其实最长就是15年的保护，对，让人家
安心。想要你的家跟这里一样美的话，一定要找欧德家具哦。现在就赶快预约全台门市咨询，他们有 FB、IG 官网连结，通通都会在我们的下方资讯栏，打造你心中所属的那一个家。等我。琳达已经跟我们20年没见了，然后琳达现在是刚好来台北，你觉得我们两个谁变最多？我觉得差变比较多。你就是漂亮了嘛，你到18月，妹妹以前就是比较瘦，没有现在长这么高。他跟个女生结婚，然后他用一个外国人的子，然后跟他的子人工受孕之后放在他老婆的肚子里。哦，真的啊？对啊。那生出来岂不是混血？混血儿。怎么样，琳达？你看到他，你觉得如何？整个人看起来就很开朗。你以前可能比较压抑，跟这个姐姐不一样。姐姐小时候就很爱表现，但是也不是完全外放，你们被管束比较多啦。教育比较严格一点，不敢放开做你们小孩的想法、小孩的表现。那爸爸现在也变了，他现在还会跟我忏悔，他很怕我不孝顺他。他现在很怕老，老了没有人顾，很可怜。他很怕我记仇，那我现在就超级记仇。他现在的想法改很多，因为他以前虽然管你们管得很严，他自己也压抑自己，压抑的很多。他在每个人面前，他要表现得很强啊。他就用他的强势掩盖他的脆弱。琳达以前都跟我们看书，他会跟我们一起看电影，麻辣鲜师、三丰妇产科。对，我看电影都是跟你们看的。然后我们还有漫画店。琳达还有把我给他那个图书卡，我都还收着。你也给我一张啊？你把它弄丢了吧？对啊，把它弄丢了好不好？所以我们以前虽然很辛苦，在被管理之下，但是也有一些小确幸、小小的快乐。琳达，你陪我们陪多久？我来陪你们的时候，我才50几岁，我现在75岁。哇，好巧哦！琳达，那我问你哦，你那时候刚出来在带小孩，是只有带我们而已？对，我只带过你们。真的？那你就吓死了，你就带到一个进阶版的。我们家是不是玫瑰同龄人？我觉得你比电视演的还要精彩。那你这关节还没好？关节不会好，关节炎是你给我发现，因为你每次见到我就拉手，琳达好，琳达好，我这手痛死了，因为这个手不痛，都是被你拉我才知道我这个手不痛。这个关节炎哦很严重哦，痛的时候它就变形，然后下次就轮到这个手痛，10个指头轮流，这个是没有办法好，就是关节炎的后遗症。作为小孩子来说，你们都看着人家在学校也会聊天，也会玩，我们在家里都不能玩。对，爸爸就一句名言，就说都不要跟我讲完这个字。我就说你们要平安长大，你就可以当自己的主人。那时候家人还不太相信，真的吗？你说长大，我真的可以自己做主了。反正我觉得最不快乐的时光就是在的那个时候。哦，那个真的是可怕。他就发明出来一些常找麻烦，鸡蛋里面挑骨头，鸡蛋里面挑骨头的，他就是带来很多问题。你们最后会反弹那么厉害，也是因为他在啊。你们实在忍无可忍了，吃晚饭都一起吃，我都跟他们一起吃。来了以后就不让我跟他们一起吃饭，他要有规矩，要立家。这些规矩也都是瞎掰的。谢谢你啦，这爸爸给你的。你爸爸实在也是很多礼，礼数也是很周到，就会送礼的。像每个女人谈恋爱的时候，男方都说得很好，我以后会怎样怎样，你不要相信，人生永远都改不了。每个女孩子结婚前都是被灌迷汤灌的恋爱脑。我知道你以前恋爱脑，你跟我讲超多的。以前我小时候，他跟我讲超多恋爱脑的事情。我还记得以前在公馆啊，那边有一个有电影院，个人戏院，可以从头看到尾。对，我还看《B 先生生日记》，你记不记得？带你们出去买东西是我跟你爸爸争取来的。真的哦，我就常常跟他洗脑这样子。第一次让我们去分埔买衣服，哦，对，我2个手都挂得快断了，疯狂买了。爸爸给5000块给他买衣服，每件衣服都要试哦，这手都挂满了。然后琳达还说你们既然只有5000块，简直是买疯了。你说以前你帮我们争取，还有看电影有争取，我们还一起去华南威秀看电影啊，还让你去跨年呢。那次我以为他不会答应，后来我说我的手机给你，他随时可以打，你要随时接，你不管再吵再干嘛，你听到声音响，你就要接起来，我们知道你在哪里。哦，那没有问题，我很开心。我就跟你爸爸说，我说你要放心，你要相信他，我手机给他，你随时随地打，他会接。
以前我也是跟你讲，我说爸爸是很爱你的，你要给他机会爱你，你要给他机会让他相信你，你就想说不想给他机会。我说他现在是因为爱你，但是他怕抓在手里，怕捏烂了，张开手他怕你飞了，就是很爱你才会这样子。你让他相信你，他的手就敢张开，他不放你没有机会。所以那次他真的会让你去跨年，我也觉得出乎意料。那后来我准时爸爸才放回来啊，到时候就回来了。肯定回来了，不然现在怎么对？是啊。我就记得我们以前都会写小说，他很会写，又会写又会唱，又会演，每次都站到床上去。我逼他听吗？不用逼啊，我就很喜欢听。你是我唯一的观众。对，是有可能。这个小时候不太合群，他不太来跟我们玩，是不是？对，他都躲在自己房间。你还发现我养仓鼠？对呀、那个你养那个仓鼠骗人嘛？然后我们一起买那个仓鼠，然后他说养在房间里面，我说好啊，他那里多1500，然后就给他。结果那个仓鼠我只看了1天，从此消失了。因为琳达跟我说被发现了，他说他在叫，我在上课的时候，所以我就赶快把它转移给我其他的同学。没有啊，那个也算另外一半的跑路费吧。你觉得我有变吗？就看起来是真的和蔼可亲。他现在变得超夸张。所以你记得他以前是很凶啊，有这种爱过来找你的。你想跟他爸爸说什么？呆掉。其实他对我也是很照顾，他对我也很好，也很客气，很多事情他都尊重我的意见。最后我要离开的时候，我心里很难过，真的很难过。反正就是我们人生中最抓马的时候跟他在，觉得他是有他的苦，我是不会有怨言的。但是那有神经病。不管他父亲做的怎么样，但是他毕竟提供你们一个遮风避雨的家，你们有地方可以回。有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么不讲理的，也不是那么凶，也还有给你们一些适度的自由。叫我离开的时候，他说他知道你们出走那天是我送你们出去的，所以你是这样把他开除的？对，他说你就做到当天了，我眼泪硬又流下来。我说我真的是觉得很对不起他，但是他做的事情哦，我真的是我只好当不住小孩。你那时候留着的话，大概有多好？真的。那不行，我要把事情通通摊开来讲，不要赖在那里，因为跟你们也有关，是我也要负点责任。因为这些事情我也瞒他蛮久，后来他一直问我，我也说不知道。所以他们走了之后，你还在那边？我继续啊，他还要给我加薪啊，说小孩要回来了，我一直在，因为我也挂念他们了，我不晓得他们怎样，我也不能自去找他。然后是他到中间听说，原来他们逃走跟你有关。其实那时候他也很为难。我说我实在没办法，小孩有这个机会可以离开，我也要给他们一个机会。当然出去是很危险，但是有2个妈已经答应说要照顾他们了，这次也是机会难得。可是2个妈也不负责任。对啊，我不能带他们走了，我带他们出走变成我。对啊，所以我是啊，燕儿，我们以后会帮你一起照顾他。对了，很动哦，我妈真的很幸福哎。你的第一个电视画面是他自己给我看的，寄什么给他看？是社会新闻吗？我不知道他是艺人。我跟你讲，我是用他手机才发现你写讯息给他。对，这是你回的吗？对啊，我说你家人找你哦，讲我说艺人吗？你有惊讶吗，琳达？也不太惊讶，因为很多事情的发展都是有迹可循的。我不爱看电视，我有时候转电视转来转去，看到我就会停下来看。看到家里面，我还看到你爸爸跟你一起上节目。那爸爸很惶恐，说怕你以后不照顾他，他老了没有人照顾了，他一直心里面有这个阴影。好啦，妹妹你就跟他好好的和解吧。我们之前请过很多的阿姨啊，然后有一个印象最深，因为她每一次吃饭都会这样，然后有一次在浴室滑倒啊，我们那边不是有一个帘子，他这下很胖，所以他那天特别大。每一次夏天的时候，他就把那个内衣这样翻起来，像那种全是痱子，超恐怖。对，然后遇到他爸爸劳力士的，反正就超级多阿姨的，但有些是短暂的。然后我们上一个是他后来就肺癌死掉，我也很难过。他最后一次见我的时候，他已经不认得我是谁了。我那时候很伤心，然后后来你就出现了。他只听我说我会做小孩爱吃的菜，可以教小孩功课。我第一天去应征，我还没回到家里，他就打电话来叫我第2天去上班。我记得第一天这样，因为他叫我做功课，然后他不相信我会做完。我说那我做完的话你要怎样？然后我就围绕着餐桌跳了个很奇怪的舞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我说那我做完的时候你要跟着我这样跳，然后他就跟着我这样跳了，我就觉得他是可信的人。我记得他说哈，就跳这样的舞啊，你那支舞让我卸下了心防。
那你觉得妹妹的小孩之后会跟爸爸同个星座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哎呦，小娇真啊，你变好瘦哦，这个世界好小哦。琳达，我们要走喽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琳达要吃梨子哦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琳达，拜拜。爸爸跟妹妹的架还没吵完，妹妹跟阿顺已经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。妹妹那天不是说她在越南被阿顺揍吗？我们不是听人很吓一跳，然后到现在妹妹跟阿顺是分居的状态。爸爸现在很烦恼，然后也希望他们可以解决这个问题。夫妻吵架难免嘛，吵架就是一种更好的沟通。那分开几天了30年，越南玩，每次都是越南有事。不要去了，你以后只能去 gay bar 了。我也不敢去了啦。好吧，今天想办法让阿顺回家。现在先去找林金毛。妹妹，那你现在准备好就把大家带回家了吗？没有了，让他自己尊重他啦。我们去吃看看嘛，带他出去来吃个好东西，然后买个东西，希望他可以化解这次的争执啦。妹妹这2天也不好过啦，本来很好去越南，那玩到变这样子，玩得得不偿失啊。为什么越南总是有出事啊？小妞有事啊？加上越南水土不服。对，越南好像水土真的不服。上次跟我去的那个员工去完之后就说不做了，他自己做的事情都牵扯到爸爸身上。我那会牵扯到你身上来啊。他只是说我只能理解你的原生家庭，所以你可能。我们原生家庭是怎样？我们是欠钱吗？我们不是在讲钱啊。这爸爸，那我现在是欠钱吗？那你看，爸爸也没有做坏，爸爸也不是在赌，每次都扯这样子。那你就不要扯我。每次什么事情都牺牲爸爸。那你也不要扯到我。阿顺确实也知道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。没有，真的啦。他在讲很多。哎呦，应该是说妹妹，你现在让阿顺不开心的事情，我们就去跟他悔过就行了。对啊，我也是要跟他悔过啊，但是他这个也没有那么快。我估计可能是有一阵。他这件事情你算的问题是什么？我那什么问题？阿顺说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啊。哦。他说我能理解你在这个原生家庭受到影响，所以我能理解你做错事情。你看林嘉玲有这样眼神这样子吗？每次都是鬼扯，主要家珍还不重视爸爸啦。说你跟阿顺说你怪原生家庭，阿顺应该会更生气。我们那天有去看婚姻咨商，那个心理医生也这样讲，他说也有可能是原生家庭造就的一个阴影。你有没有反省？为什么大家都说你的问题？我没有什么事情，连我都有事。大家都说你有问题啊！你吵架我有问题。心理老师说原生家庭的问题。原生家庭，我们家庭又是怎么样？哎，动不动的原生家庭。是那个心理老师讲的，他也是受他原生家庭影响变成这副德性的。有人知道鸡毛夹在哪里吗？你呀。来吧，问你问题的。阿顺是很生气哦。我不知道，没看到人呐。你们为什么搞成这样，怎么那么大场啊？就喝醉了被人家带去的。你们去越南到底去什么地方？酒吧啦，我们都有带老婆。那当下你怎么没有阻止？有啦，我就赶快挡在中间啊。然后呢？然后就请他们先去外面聊啊，麻烦怎么办？你有劝妹妹老婆回来吗？有啦。怎么去越南搞成这样子？下次我要进化，全身进化。然后还去看心理医生呢，他说是原生家庭造成的，我们就要去找根源。我们个人在越南。Hello， 去哪里啊？现在为了找那个妹妹的老婆，把亲戚家找一遍。这个是我二哥的第3任老婆啦，她修指甲很厉害，网友想要修指甲，她是全台湾第1名。这个电话在这边哈，乐。现在怎么把他老婆带回来？今天就会回来。阿伯在家里跟阿伯这样的丑，你这样太不像样了。你这形象不好。我现在心情真的很差，管什么形象？那现在怎么办？大家如果夫妻不吵架，你舌头跟嘴巴最好有聊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他跟他在赌气，我不能让别人回来，带他出去开心的，不要让他闷了。他们经过1个礼拜的冷静，他们还要一起出去玩，感觉已经和好了，就还是买个蛋糕来送给他们，希望他们可以圆满这样。开门，是我。快开门，我要拉屎。来吧，吃一下蛋糕吧。他去算命，他说我跟他已经是2世的夫妻了。你就不要这样吵架呀。对啊，所以我们就以后都不吵架。说以后不跟你吵了吗？阿顺啊，你这几天在外面的时候有没有吃好啊？有啊，我们现在已经很好了。他说互相成长，都是一个成长的体验啊。你为什么切个蛋糕切到整个都？我是在掉那个奶油的。奶油啦。
那我想问你，你说之前有这个原生家庭的问题，那你现在对于你的这个小孩，不能给他们一个原生家庭造成的一些阴影，你们每天这样吵架或者乱七八糟，对，所以我已经这个场所一直去，那个对小孩也不健康了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已经跟祖先也说过了，就是我已经决定去彰化，依照我们祖坟下跪，就是希望说他们不要再延续这东西。什么意思？他们那个基因很强大呢。所以我都不会这样啊。没有，我没有，也有。阿顺，经过这个事情放下了，没事的哦，你们就好好的照顾身体好吗？之后小孩的话，你们要想一套可以给他不错的教养方式。阿顺现在也是很爱我，爱得要死啊。有吗？说你爱我爱要死啊？有啦。说啊，你自然说，没跟我逼的。还需要说啊？干嘛逼人家？但是我现在是宠妻魔人啊，从现在开始一定要力求改过，然后不会再发生这种困扰。你也是有趣趣耶，好假，真的，一直都这样子的啦。你还是可以去看你的心理医生的，没问题啊。妈的，你太焦虑了。因为你们的这些问题搞得我很焦虑。那阿顺有什么原生家庭的问题吗？没有啊，你家庭都很幸福啊，就是很简单、很平淡的那种家庭。我们很多风风雨雨啦。阿顺，你这样有惊吓到吗？对于您家的这个原生家庭，你有吓到吗？那还好啦，你们本性都很善良，人都是好人啊。会不会是文华那边有问题？文华怪怪的。我现在就不跟他联络了呀，而且我们也从来没有看过他的家人。阿顺看过，你看过？看过他妹妹吧？他是怎样的人？他说长得很像你，对，他妹妹跟你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不要吓我！真的啦，他们是阿姨耶，所以你长得很像她。你们偷拍照片吗？没有偷拍，长头发吗？也是瘦瘦的。那这还是我们之后录一起去找他们全家。没有，你比较适合去拍那个妹妹，她自己妹妹的家庭，你也是很幸福的哦。好吧，那到时候我们再去寻找其他的答案喽。祝你们幸福快乐，不要再难过喽。好啦，那就这样喽。喜欢按赞开启小铃铛，我们要找其他的家人支线喽，敬请期待。